枷锁第3章，失明。20万，我心里想着，这种人一定有某项过人的能力，不然公司也不会轻易给出这么高的薪水。当然，公司也不是傻子，给那么多钱，也就意味着身心上的付出比普通人多上几倍，也是自然的事情。虽然不了解他们的工作性质，不过我也觉得，如果真的招架不住，先请个假调整一番，的确是个不错的选择。至于他们为何不能接受，我想应该还是和钱有关。虽然薪资很高，但面对上千万的房款，还是要马不停蹄的奋斗，不然休假在家也无法睡得踏实。我瞪了齐浩洋一眼，用筷子指了指还在冒烟的菜，示意他赶紧行动。可就在那一刹间，酒杯还未碰到我的嘴唇，齐浩洋的动作突然刹停。一开始我还不解地望着他，但随即我便明白了缘由，紧接着便是一阵发自灵魂深处的无奈。他习惯把手机调成震动模式，然后放在牛仔裤的口袋里，这样他即使是坐着也能立刻感受到手机的震动。只见他突然眉头一紧，一杯酒刚下肚，酒杯悬在半空中。有个急诊，我要去看看。齐浩洋一面说，一面穿外套，准备起身。我开车送你吧。我说这句话的时候，表情应该很难看。虽然心里奔涌着上万头羊驼，但面对这种情况，我不能不管。齐浩洋先是一愣，看了看我一口未喝的酒杯，又看了看他的酒杯，也只能无奈地点了点头。这样吧，服务员。齐浩洋一边呼唤，一边将他的车钥匙向我抛来。就在我身子向后一退接钥匙之际，他已从钱包里掏出了几张现金，递给了身边的服务员道：有点急事得撤了，我先把今天的账给结了，你让老板帮我把酒存好，我们过2天再来喝。没问题，我一会儿就弄。服务员看了看桌子上没怎么动过的菜，问道：我帮你们打包吧。算了，没时间等，你看着办吧。趁两人说话间，我也穿好了外套，到门外发动了车子。一开始我们话很少，毕竟这种突如其来的状况时有发生，虽已成常态，但情绪上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缓过来。我很少驾驶他的车子，这是一部帝国原产的跑车。出于情怀，当初齐浩洋没少下心思寻找这辆早已停产的车型，直到2年前他才如愿买到了一辆2手的。由于我很长时间不开手动挡，加上这辆车的动力实在太猛，如果我没记错，其名字中的 M 就代表了这辆车的内部有着一颗赛车的发动机。就在我抬起离合器的那一刻，我能感觉到轮胎在地上疯狂地打转，一阵激烈的摩擦中，车头立时上扬，我和齐浩洋紧紧地贴在了座椅上，瞬间被弹射了出去。顷刻间，放气阀释放开来，引擎发出了让人热血喷张的轰鸣声。不得不承认，这部车的驾驶感受既让人紧张又让人兴奋。不过很快我便能得心应手，就在我将引擎的转速拉到极限时，迅速切入了2档。也直到这时，我才明白齐浩洋的意思，以及他所谓的快乐其实就是如此简单，有自己的想法、追求和爱好。
出于激烈驾驶后带来的愧疚感，我忍不住看了一眼车主的表情，只见他也同时转过脸来望着我，但不到1秒钟后，他的脸上便突然绷不住地咧开嘴笑了出来。他一边止不住地摇头大笑，一边用手摸着鼻子避开了我的视线，我也不禁扑哧一下笑出了声。差不多10分钟，车便驶进了医院。我按照齐浩阳指的捷径开到了急诊楼前。你去停地库吧，我不知道到几点了。齐浩阳一边说，一边头也不回地向外奔去。等我回到急诊室的时候，墙上的时钟指着晚上8点。我坐在护士站旁边的座椅上，漫无目的地等着。说实话，这个时间在急诊室等齐浩阳，我还是头一回。不间断的救护车一辆接着一辆的从担架上运着各色各样的病人，穿梭于整个急诊室。在这里，总能听到痛苦的呻吟，也能看到落泪的亲友，甚至有抬进来时已不再动弹的躯体，而担架上的血迹早已凝固成了暗红色的一片。或许每一个被抬进来的人背后都有一段与生活的挣扎。待在这里的确不好受，但更多的是来自心灵上的冲击。我有时也在想，他们这些医护人员是怎么做到如此镇定的？或许正如他们常说，见得太多了也就麻木了。如果真是这样，那得需要经历多少次的惊心动魄，才能换来今天的麻木？就在这时，一个戴眼镜的女生闯了进来，随后跟着2个身穿警服的人。我的目光立时向她投去，因为从她紧张的神态来看，很显然是某位患者的家属。我听到导医台的护士正在给警员指路，并提到了齐浩阳。我一听便立时站了起来，跟着他们来到了齐浩阳的诊室。造成失明的原因跟他下午头部遭到重击有关，目前在做 CT， 看颅内是否存在出血，有出血压迫视神经，也有可能失明。你们先坐会儿，等出片子吧。齐浩阳简单地向2个警员说明了情况。我站在他们身后，远远地听着他们的对话。一旁的小个子女生顿时哭了起来，道：医生，他会不会瞎掉？当时没有在意的齐浩阳猛地一惊，向警员问道：他是受害者家属。警员道：哦。齐浩阳点头低声应了一句，接着道：你先别太难过，我刚才问过她是你姐？女生点头答道。她没说什么原因，我看她来的时候身上还挂着相机，就说在拍东西的时候突然有人从侧后方袭击她，然后就视线模糊，后来就什么都看不见了。她的眼睛应该没问题，现在担心视神经被血块压住了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只要清理掉里面的淤血就行了，不用太担心，复明的几率还是很大的。先等等报告吧，啊。齐浩阳安慰道。接下来就是2位警员例行公事地问了一些问题，结束后留下了受伤的女子躺在急诊室的床上。一部数码相机被放到了她的背包上，长焦镜头的镜片摔碎了一块，妹妹趴在床边不停地哭着。我无奈地退回到大厅，心里想着也不知道要等到几点了，如果要开颅的话，估计又是下半夜了。可没想到10来分钟后，齐浩阳换下了白大褂，来到大厅对我道：走吧。我立时抬起头瞪着他问：那个女生怎么样了？
你就这样回去了？是啊，齐浩阳道。晚上不是喝了杯酒吗？手术由同事做了，医院规定。我哦的一声，一拍脑门，这才意识到那瓶酒居然还帮了他。好在不是他值班，报告出来之后也就没他什么事儿了。可是回去的路上，齐浩阳提到了一件事儿，不禁让我立时像触了电一般。我道：你知道最近有个人买彩票连中大奖的事儿吗？知道。怎么了？齐浩阳不解地问。刚才警方说他是下午在一个小型福彩站附近的巷子里被人袭击的，对吗？我问。是啊。齐浩阳张着嘴，眨了眨眼睛，顿了一会儿才道：哦，你是想说这个女生是因为跟拍买彩票的人然后被袭击的？